烧来的，用山中古茶，别看馅儿不怎么好看，味儿可浓了。来，尝尝。嫂子，你快喝呀！喝。味儿还行吗？好喝。快喝呀！怎么都不喝呀？你看我也不会待客，浩明总说我大小姐做惯了。也是，家里每回来客都他掌勺，那菜烧的比飞行灶还好呢。浩明不在了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，你就说一声，大家帮着你点儿啊。是啊，君芬，有话你就说。小柳也一样，和我们家虎子能玩一块儿去。俊芬，晚饭你烧不了，要不到我家去吧？两家一块搭伙，不也热闹一些吗？是啊，去吧，自家人。不麻烦了，晚饭我得守家里，都习惯了，又不准浩民什么时候还回来呢？招不着人，他准得着急，好几次都这样。再说，人不在了，还有魂儿呢。郑太太送来了一些慰问品，你看放在哪儿？哎呀，邵干事，你看看怎么拿这么多东西来，太难为你了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浩明是为国捐躯，我们是些活着的战友，做这点事是应该的。这么多东西啊，放哪儿呢？钥匙，储藏间的钥匙都是浩民收着的，钥匙放哪儿了？哎，浩民，浩民，钥匙呢？俊芬，山下大尉，山下大尉回来了！山下大尉回来了！太棒了！你回来了，山下大尉！哦，太棒了！我不知道我们是在和日本海军明星拥抱呢，还是在和帝国的最新科技拥抱。少佐，你是在和全世界拥抱。别理他，大尉。宫崎每天梦想着和东京电影大明星冈田芳子拥抱。她是冈田芳子小姐的铁杆影迷。立正。我同意山下大尉的看法。近100年来，我们日本之所以有长足的进步，完全是因为我们拥抱世界的结果。
叱咤风云，完全是建立在日本精神之上的。大佐，我们能不能换个时间讨论日本文化？军官们等着跟大卫合影呢。是啊。不！你们不要把大卫宠成电影明星。一会儿，长谷司令官要给你下达作战任务。大卫，在你拥抱世界之前，长谷司令派你的96特遣队为陆乌航空队、木更津航空队的轰炸机器护航。你将用前所未有的轰炸去拥抱支那的首都南京。嘿！雷子，今晚什么天气啊？对啊，是啊，有雷阵雨，短时阵风8级。哟，你得说清楚了，哪儿打雷谁跟谁下雨啊？别说你没边儿。没事了，你们走吧。哎，刘中队，你说咱们司令官也是，那怎么指挥的？这仙气儿都跑到日本人那边去了，咱们一点没沾着啊。那飞机是单翼全金属的，流线型机身像是倒飞的海鸥，通体闪亮。我明白了，从空中动力学来讲，这属于最优秀的椭圆形平面薄型机翼，会使飞机的空气动力性得到较完美的发挥。此地不准吸烟。哦，真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错，我完全忘记了这个不该吸烟的规定。这个傻小子，其实我能理解，小伙子们现在太需要自信了，必须得打胜仗，胜利可以安定一切。我们的确是被日本人打得晕头转向了，他们的飞机速度太快了。继续说，新飞机机动性如何？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完整的弄下来一架，好好的研究，就什么都明白了嘛。我喜欢这个想法，很好。其实我已经看上了一架，就是他们的带队长机。那个机尾有5道横杠，一看那小子的飞行动作就知道是海军横须贺航空学校毕业的，跟当年的森川俊雄的动作完全一模一样。别看他们的飞机快，但我有把握能把它弄下来。小伙子，切好怎么样啊？什么？被击落的7架苏3机，并不包括这个。长官，我们为何不可把红海的歌舞伎弄几个到西地？这事您也明白，女人是常常可以赋予飞行羽翼。大卫，你可以去找女人，但是唯独不能把她们带到这儿来。吃饭的地方只能用来吃饭。长官真不愧出身于武士之家。可我要说的是，飞行跟搞女人是一个道理，都是很动物、很野性的。只要有益于胜利，为何不？
这要是放在前几天，你就会这么说，我会立刻让你下课。不过，我看了你昨天的空中表现，你真的很真实，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你想要就要，不要就拉倒的神气。长官，您看的还真准。我跟您说，当年在河西跑校里，每次赛跑，只要我往起跑线上这么一站，其他人的腿肚子就得打哆嗦。他必须得打哆嗦，因为他心里很明白，他跑不过我。我有什么好谦虚的？他跑不过我。当时我那身上散发着一种母狼的气息，那些小羊崽子们看见我，浑身都得打颤。打仗也是一样，我的96舰战也有这种神气。只要一升空，那人就得绕着我，他就得躲着我。明确地告诉他们，我是老大。他们没有任何的机会，没有一丝的机会。我欣赏的就是你这个。谢谢长官。你们的检讨报告，委座都看过了，和你们的结论不同。委座高度评价了此番空军在上海的空中行动。哦。前方陆军将领反应也很强烈。今天都给委座发来电报，要为空军请功呢。夫人，委座虽高度评价，但我内心仍然深感不安呢。怎么，将军，您不高兴？夫人，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愁。此番日军作战，投入了我从未知晓的新锐机型。我虽在上海大编队迎击，虽经苦战，但损失惨重，空军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啊！陆军在这个时候予以我表彰，这无异于捧杀啊，夫人。将军，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奥秘，但是陆军的感激之情是真实的。委座今天中午吃了3碗米饭。我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昂扬斗志。这样吧，你上何部长那儿去看看，也许他能告诉你，为什么前方的陆军将领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。好，我会去看看的，看看人家是如何打算。夫人，我仍然保留我的意见。空军如此作战，无异于杀鸡取卵。等等，将军，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：苏俄第一批援华的30架战机，昨天已经运抵中亚赤塔。哦，这么快？我呢不懂军事，就是这么点好处。我已经在新疆边境口岸派出了运输车队，月底前争取赶到兰州。你马上调拨一个飞行大队去兰州接收战机，尽快成军。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，成熟一批，投入一批，不能再等。是夫人，我这就去办，这就去办。中央医院来电话，那名救助飞行员的女护理兵伤重不治，今天早上9点去世。可怜的孩子，这么美丽的身躯被刺了4个窟窿。
非常漂亮。方参谋，怎么回事？周长官从中央军校打来电话，让我们做新的轰炸计划。什么？还做轰炸计划？周长官电话里指示非常明确，空军亲手出动，轮番去上海轰炸登陆码头和江面的日军军舰。估计这是上面的压力。我的娘啊！周司令真是急眼了，人家的96在那等着，我们现在去，这不是飞蛾扑火吗？不是。要立碑，必须要立碑，钱我们自己出。一个女孩为了救我们的人，活生生被刺刀给戳死。作为被救者，我们不能没有态度。对，不能没有态度。对，必须有态度，让那些瞎指挥的人一个个披麻戴孝，给人家磕头去。对，说的没错。你看那女孩，那才是爱兵的榜样。对，没错。高大佐，自己的长官反而不知道爱护。我带您过去。再这么瞎指挥，让他们自己飞去。对，就是让他们自己飞，就是让他们自己飞，对，咱们都飞，就是嘛，哪有这样的？是啊，自个儿飞去，太过分了。进来。高大佐，大伙都怎么了？打仗嘛，难免都有点火气，喜欢弄出一点莫名其妙的事儿来。已经查明了，日军的新型机正是96式舰载战斗机，指挥官是日本空军4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大尉。果然跟我们猜的一致。长宁，来，好好看看。高大佐，您出去看看吧。不着急，让他们发泄发泄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让上峰知道这下面人怎么想的。对，让大家泄泄火。就拿这事儿说事儿呢。进来。高大佐，周司令关到了。咱们那事儿。领头飞行员，这一点作为司令官，我心里十分清楚。有数还瞎他们指挥。长官，您不惧死，但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死啊，是不是？是，没错，我们死的有价值。我承认，我们的指挥有错误，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但有时候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。比如昨天。我们空军遭受了空前的损失，许多飞行员未能回归啊。可也就是在昨天，我们在地面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。屡遭挫败的第1军占据了大厂和南翔一带，粉碎了日军的合围。我们的第18集团军与小鬼子竹屋苦战，重新收复了许多失去的阵地。也就是在昨天。日军的第3、第11师团，伤亡的人数达19000名之多。
军指挥官对我讲，说周司令，有什么办法？陆军士兵们非常迷信你们空军的飞机，他们在陆地上与敌人拼搏，就想看到你们空军的飞机翅膀，看到了他们浑身都是劲儿。你们的一架飞机抵得上100名督战训导员啊！说句心里话，站在空军的立场上，每次我签署作战命令的这支笔，十分沉重。我知道，我们空军的这个仗不能这么个打法。可怎么办呢？从大局来看，我们得去当这个地藏王了。你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在这种心境之下，我尤为敬重那位牺牲了的女护理员。他难道不知道，小日本的4把明晃晃的刺刀，戳穿的是自己将要做母亲的乳房吗？他什么都清楚，可他还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这是什么呢？牺牲，牺牲自己，换取他人。航委会已经决定，在梅花山下厚葬这位英雄女性，立碑，让子孙后世永远记住这位英雄女性的姓。那么我们空军下一步怎么办？仗怎么个打法？如何改进？我今天只能向你们交个底。有情报表明，日本正在组建新的3个陆军师团，增援上海。不管我们的打法如何改进，一句话，今后的战斗只会更残酷、更激烈。我的话完了。站来！请稍息。现在咱们可以说说山下七郎和96师了。合适吗？我们这可是拿飞行员的生命去冒险呢。别婆婆妈妈的，这两回事儿。好，知道了。司令官，怎么样？小伙子们有情绪吧？所以啊，咱们不能按照陆军的要求打。你以为我愿意这么打吗？上海轰炸计划搞出来了。司令官，请您过目。把4大队撤下来，他们后怎么样？撤下高云天，这是为什么？毛兄，我得为未来留点种子，为空军的希望留点活口。这时候撤下一个支队的核心人物，不是还有刘长磊吗？4大队暂时脱离华东战场，去兰州接受苏俄援华飞机。日本人在打造他们的新锐，我们也得打造我们自己的新锐。我就是要让高云天做我们中国空军未来的希望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司令官。这下我们总算有外援了。毛兄，你也得去兰州，你得带队。带队？是啊，苏俄的代表是你的老熟人，莫斯科红星航校的老同学，是邦德诺夫将军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谁让你啃黑面包呢？和老毛子打交道，你毛兄可是行家里手啊！好，那什么时候出发？打完这一仗就动身。4大队的飞机立即转交5大队。好，
既然非打不可，司令官，那我们就把轰炸任务全部改在夜间。哦，夜间。曹参谋，到。把命令改一下，19日的白天作战任务改在18日的晚上。照副司令长官的指示去办。是。谢谢，再来一个。克莱尔，我没法帮你，我只是他的政治顾问，委座坚持空军对上海地面的攻击是出于更大的考虑。所以你完全不管？不，我根本管不了。我别无选择。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渊博的战争政治家，其实对于空军这一崭新的军种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无知到了极点。你知道96式舰载战斗机吗？什么机？这是一种新型的舰载战斗机，并不是可供士兵使用的一种简单武器。说穿了，它就是制空权。制空权，又是你的军事术语。现在还只是个术语，不过几天之后就不仅仅是个术语了。再过几天，你一定会对这一术语产生深刻到骨头里的印象。按照我对日本空军现在的了解，他们马上就要夺取南京上空的制空权了。那又怎样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我就不可能再这么安逸了。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一下。不过你先瞧瞧这儿的建筑吧，漂亮的屋顶，金碧辉煌，只需直接扔下2枚航弹，它就什么也不是了。而城南的平民住宅，3、5颗燃烧弹就足以烧得精光。学校将全线停课，医院也不得不全部转入地下。想要保留工业设施，必须拆散了装船。大街上将会变得空空荡荡，即便有人能够侥幸活下来，也必然会为了一丁点食物或者一小滴水而争得头破血流。克莱尔，末日也不过如此，难怪你对空军的估计那么悲观。所以，作为空军就应该拿出点空军的样子。我们必须要坚决地站起来反抗，要反抗。但是要反抗，就必须要有补给。否定这个国家的空军，可你知道吗，克莱尔？在你没来之前，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，这支空军主要是用于打击共产党的。这样一支建立在发动内战初衷上的空军，当然没有办法对抗来自外部强敌的突然重击。可你不要忘了，这个国家在改变。我们回头看一看，这仗没打之前，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？4分5裂，只有图具其表的统一。可是现在呢，共同的仇恨，共同的敌人，把这个国家凝聚起来了。所有人民空前的团结，全民一心抗战。共产党的部队在华北承担了自己的责任，以往从不听从中央号令的地方军阀，也将自己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开上了淞沪战场。于是我们看到了，这个国
家在精神上已经完整了，这样的精神统一，在其价值和力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军事战场上的损失。你这个战争政治家，滔滔不绝的政治理论又来了。战争原本就是政治的继续。我算服你了，你这个政治顾问，想必每天都会向他们的领袖，你为之服务的领袖，灌输你的这些政治大道理吧。你以为做中国的领袖是超人吗？不需要普通人的精神帮助。你还是不了解他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在他的平时生活中，有一次我听到他把自己关在浴室里面大喊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，他在浴室里喊了什么？他在叫他父亲和母亲的名字，因为压力太大，淞沪战场调集了全部陆军的1半，结果还是打成了这样。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投降？不投降？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迁都。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完全丧失了，在你的手上丧失了，你能顶得住吗？精神、身体都能顶得住吗？没想到会是这样。所以，克莱尔，你必须学会从政治角度看待空军，尽量使自己心胸豁达，眼界开阔，从全局出发，要看清这个国家，那你就必须要了解它的全部历史。他也没说，我也不知道要去哪。是不是回来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现在也不清楚。这样，我去问问啊。你放心，没事的啊。是不是又有什么？是不是又要打仗了？哎，这都怎么了？都盯着门口。现如今呢，谁家有点什么动静，就都跑来看了。我们家有动静吗？你说呢？谁见过你高大作中午跑回家来的？你没跟他们说我要去哪吧？说什么呀？我都不知道你要去哪。如果有人问的话，什么都别说，就说我出差去了。嗯，我的俄汉字典呢？你要它干什么？给我找找去。我从来不动家里来的东西。瞧你，多少年都过去了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提。帮我拿一下行吗？啊？给。你呀，就是最狠。有你狠的，哼，又有大又有小，还是白俄的。哎，能不能不说了，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么一走，这帮飞行员的太太着火了。现在上海的局势日益恶化，这南京能不能守住，都很难说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是我老婆，也是我这帮兄弟们的嫂子。这帮家属就交给你了，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，都给我拼命扛着。你放心，我清楚。把孩子带好了，等回来。张玲，今天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只能给你6架飞机。哎，别的就不说了，我那座驾你可得好好的带他。我能击落敌人5架敌机的战果，这1半的功劳得归他。早就给你想好了，就让翟刚那小子接手。他是将门之子，让他来发扬光大。我看行，不过你得告诉他，我那油门淋得很，一个就有，千万别给我弄坏了。知道，那小子玩古董字画的，眼睛贼着呢。啊，准备好了，都好了。
大家伙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9月18号，咱东北的忌日。每逢这个时候，我们都绝食1天，是为了不忘记吃数。但今天不行，今天晚上有任务，咱不能饿着肚子跟小鬼子干。所以，王少斌呢，给大家准备了点高粱米，以示绝食。 特别想跟大家伙一起在空中跟小鬼子好好的打一仗。可是不巧啊，这上峰呢让我去兰州，今晚就走。没事儿，高大总，你放心去兰州，多带几匹好马回来，比什么都强。是啊，西北好啊。哎，那句诗怎么吟的来着？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呀。行了，别拽了，就你还拽上了。要我说呀，就赶紧吃，吃完了哥几个各奔前程。是啊，来，咱们吃吃东北人的高粱米。来，来。 家在东北松花江。